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越努力的人反而越容易迷路。先別急着反駁，我說的不是你不夠努力，而是你可能已經努力到一個程度，開始忘了自己為什麼要努力。你每天都在學習、成長，逼自己進步，規劃未來，看起來很自律，也很上進。但有一個問題，你可能從來沒有認真問過自己，你現在的生活是你自己選的，還是被推着走的？如果你有這種感覺，明明很忙，但越來越空，明明在成長，但生活沒什麼變化，一停下來就開始焦慮，越努力越懷疑自己，那我可以很直接告訴你一句話，你不是不夠努力，你是努力錯方向了。而更危險的是，努力本身不會告訴你錯了，它只會不斷強化你現在正在走的那條路。方向对了是成長，方向錯了是加速迷路。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已经習慣了一种狀態，一停下來就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他们不敢停，只能一直往前跑。但問題來了，如果你一直在跑，卻不知道自己在追什麼，那你到底是在努力，還是在逃避？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的人越來越不會空下來，不是因為真的忙，而是因為一旦安靜下來，就會開始焦慮。手機刷一下，課程打開一下，任務再加一點，好像只要再動，就不會迷路。但你沒有發現，你不是在前進，你是在逃避那個安靜的自己。因為安靜的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我不努力，我還剩下什麼？於是努力慢慢變成一種止痛藥，用來麻痹空虛、不確定以及对未來的恐懼。但止痛藥不會治病，它只是讓你暫時感覺自己還在掌控人生。你以為你在努力，其實你在比較。別人25歲事業成功，你開始焦慮；別人30歲財富自由，你開始懷疑自己；別人看起來一切順利，你開始否定自己。但你沒有發現一件事，你比較的從來不是人生，而是別人剪輯過的片段。你開始用別人的速度定義自己的價值，於是你越來越努力，卻越來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去哪。你以為這是你一個人的問題，但有些人不是被生活困住，而是被社會設計的無法停下來。我們從小到大，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賺錢，努力變成更好的人。但很少有人問過一句，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嗎？小時候大人告訴你，成績好以後就會幸福，後來社會告訴你，有穩定工作就會安全，再後來互聯網告訴你，要創業，要副業，要成功，要自由。於是你不斷往前跑，但從來沒人告訴你為什麼要跑。於是你越來越會完成目標，卻越來越不會提出問題。慢慢的，你開始相信，表現越好，我才越有價值。你學會了一套隱形規則，成績好了，別人就喜歡你；賺錢多了，別人就尊重你；成功了，別人就認可你。久而久之，你開始相信，只有表現得夠好，你才值得被愛。但真正危險的，不是你努力，而是你開始用結果定義自己。因為當你失敗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事情不好，你會覺得是不是我這個人不好？我認識一個人，35歲，每天7點出門，晚上10點回家，學習、考證、副業、AI 課程，一個都沒停過。別人說他很努力很自律，直到有一天，他兒子問了一句，爸爸，你為什麼每天都這麼忙？他愣住了，因為他突然意識到，他已經很久沒有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我到底在追什麼？真正偷走人生的，從來不是懶惰，而是自動駕駛。每天起床工作，學習焦慮重複。1年過去，你更熟練；5年過去，你更穩定；10年過去，你更焦慮，但你卻越來越不像自己。直到某一天，你發現你什麼都有了，卻唯獨沒有自己。有一個更殘酷但更真實的事實是，很多人努力了一輩子，並不是走錯路，而是從來沒有選擇過這條路。他們只是被放進了一個系統，家庭告訴你該努力，學校告訴你該成功，社會告訴你該競爭，平台告訴你該焦慮。你以為你在選擇人生，其實你只是在回應環境。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更努力，
而是你是不是在用努力完成一個別人設計的人生。很多人一輩子都在奔跑，最後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報名這場比賽。如果你想開始改變，不需要做很多事，只需要開始問自己3個問題：今天的選擇是因為我想，還是因為我怕？我是在過自己的人生，還是別人的節奏？如果沒有任何評價，我還會不會做這件事？覺醒不是變強，也不是成功，而是有一天你終於明白，你不需要再通過變好來證明自己值得活着。真正的努力不是更拼命往前衝，而是在這個喧鬧的世界裡依然知道自己為什麼出發。如果你看到這裡，你不是普通的努力者，而是開始懷疑人生方向的人。在這裡我想問你個問題，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你現在更接近哪一種狀態？ A. 重新開始。 B. 繼續現在的路，但換一種方式。 C. 我還不知道，但我想開始找自己。歡迎你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答案。下一期我們會講一個更扎心的問題，大多數人的目標從來不是自己的。你會發現，你以為你在選擇人生，其實你只是被人生選擇。如果今天這支影片讓你有一點點停下來思考，請幫我點一個讚，訂閱覺醒思維，分享給那個一直很努力卻開始懷疑方向的人。也許你的一次分享真的能讓一個人從自動駕駛的人生裡第一次醒過來。最後記住一句話，真正困住你的從來不是努力，而是你從未確認過這條路是不是你自己的。